这是一部尺度大到国内禁播的电影，18岁以下人士不建议观看。注意看这个男人，他拎着手提包来到丈母娘家，自顾自地拿出针管。丈母娘问他这是要干嘛？女婿说这是自己医院最新研制的美容针，打一针保准你年轻10岁。丈母娘一听，瞬间来了兴趣，悠哉悠哉地爬上沙发躺好，针管已准备好，完美。您躺好了，我准备开始了。丈母娘慢慢闭上了双眼，就在女婿要注射的刹那，丈母娘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睁开双眼已经来不及了。女婿面目狰狞，直戳丈母娘眼球里去了，玩命恨啊恨。片刻之后，丈母娘两腿一蹬去吃外卖了。这还没完，杀完人的女婿若无其事地回到家，跟媳妇一起吃烤肉。妻子吃下去之后，男人突然诡异而猥琐地笑了，一杯酒下肚，问妻子：“你知道你刚才吃的什么肉吗？”妻子说：“不知道耶，这是什么动物的肉？怎么这么好吃？”丈夫邪恶一笑，告诉他：“这是你老母亲的肉。”见妻子不信，他又取出一个锡纸包，打开，将一只耳朵丢到了烤炉上。看着耳朵上无比熟悉的耳钉，妻子当场吓尿了。无比反胃的她立马冲到厨房里狂吐。是什么仇什么怨，让这个丈夫做出如此变态的举动呢？丈夫名叫老崔，经营一家整形医院。其貌不扬的他事业有成，生活优渥。他的妻子小美更是美艳动人，着实羡煞旁人。然而凡事总有缺憾，老崔隐隐察觉妻子对自己不忠。这天早晨，老崔一边选领带，一边在埋怨小美，自结婚以后对自己的态度越来越冷淡，没有激情。善解人意的小美没有争辩，而是耐着性子温柔解释，这几天自己太累了。哄了许久，老崔终于要上班了。小美亲自跑到门口送行，看到妻子如此温柔对待自己，老崔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对，握着小美肤白的手开始道歉，并强调说今晚会晚回来。老崔一走，小美瞬间换了一副嘴脸。很显然，她讨厌丈夫，但为了能过上富裕的生活，她必须装下去。回屋后的小美立马做回最真实的自己，她换上了性感的比基尼，叼着烟，打电话给情人小帅，说那个傻逼已经上班，你赶紧来家里坐坐，坐坐就坐坐。小帅很快就来到了小美家，年轻帅气，还是个健身俱乐部的经理，的确要比那个老头子强多了。他轻车熟路地打开大门进去，没想到前脚刚进门，老崔后脚就跟到。原来他假装上班，实际就隐藏在家门口，准备捉奸在床。小美和小帅一见面就抱在一起乱啃了起来。老崔还没走到房间，就听到了欢愉声。他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，推开房门，竟看到了无限的春光。小美的表情竟是如此的享受，她顿时怒火中烧，紧握拳头，快要抑制不住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。痛定思痛的她怒气冲冲地跑到楼下，拿了一把榔头，准备给奸夫淫妇迎头痛击。正当她举起铁锤准备冲进去的时候，门铃突然响起。慌乱之时，老崔选择从后门溜走。原来是小美的妈妈，她见许久都没有人来开门，干脆自己输入密码走了进去，隐约看到了一个陌生男人从后门溜走。妈妈连忙质问女儿：“你又在家里偷人了？”小美却让她少管闲事。妈妈劝女儿不要老是这样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过几年离婚就好了。小美表示，离了婚，房和车怎么办？身为过来人的妈妈，还是选择了帮女儿隐瞒。与此同时，小帅驱车离开了这个小区，老崔在后面尾随，来到一处停车场，他带着榔头紧紧跟在小帅的后面，试图寻找时机干掉他。电梯是个不错的动手地点，可看到对方一身肌肉，老崔始终不敢动手。小帅只是看了他一眼，老崔就怂了。对方好像在说：“你倒是干起来啊！”犹豫良久，老崔终于鼓足勇气。这时又好死不死地看到了小帅脖子上的吻痕，他终于气炸了，锤子走起！结果人家已经走进了一家健身房。老崔这才知道小帅是健身房的经理，怪不得身体那么强壮。老崔庆幸刚才没有动手，自己肯定干不过他。老崔看时机不对，赶紧闪人，毕竟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老崔前往自己的主场，那就是整容医院，今天还有手术呢。怀着沉痛的心情，老崔准备给一个倒霉女做双眼皮手术，结果护士都看呆了。我去，大哥，你手都抖成那样了，还能割双眼皮吗？你割完就是波浪形啊！护士说：“要不您歇会儿。”老崔说：“我还没有做过失败的手术呢。”继续。病床上的倒霉女，话说要割掉那么大一块皮吗？老崔定了定神，准备开拉，低头一看，面前的倒霉女突然变成媳妇的脸，老崔惊呆了，我要弄死你！老崔死死掐住她的脖子，旁边的护士赶紧阻止他，患者被吓得魂都飞了，连忙跑出手术室跟自己的老公哭诉。老公见自己老婆受欺负，冲进去把老崔暴揍一顿。老崔也被自己刚才的行为惊呆了，他赶紧给自己打了镇定剂。另一边，护士们知道了老崔被绿的事，很是担心他，连忙问候老崔。老崔却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。下班后，老崔继续监视小帅。突然，他看到丈母娘来找小帅：“你别再勾搭我女儿了，她是有妇之夫，我们都得靠她丈夫生活，你别给搞砸了。”说完，还给了小帅一巴掌。
这下老崔算是明白了，这个丈母娘明知道自己被绿了，却选择隐瞒，神可忍，孰不可忍啊！他决定从丈母娘开始下手。这个男人被老婆织了一大顶绿帽，他决定杀死知情不报的丈母娘。丈母娘前脚刚到家，老崔后脚就按起了门铃。丈母娘热情地邀请他进来，老崔笑眯眯地问候丈母娘，并表示自己给他送来了好东西。他打开包，掏出一小瓶药水，称那是新研发的美容药水，打一针年轻10岁，效果相当的好。哪个女人不爱美呀？丈母娘连忙乐呵呵地躺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等着打针。突然，她感觉到了不对劲，睁开眼睛，原本笑眯眯的女婿，此刻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。丈母娘被吓得失声尖叫，老崔左手按住她，右手拿针管迅速捅进她的眼睛。很快，丈母娘就停止了挣扎。刚杀完丈母娘，老崔心情十分愉悦，一路吹口哨哼歌回家。晚上2个人共进晚餐，他让小美要好好烹饪，表示那是一块上好的肉。不知情的小美决定烤着吃。老崔使劲催促小美吃肉，自己却只喝红酒，一口都不敢吃。小美为了讨好他，一个劲的吃。一杯酒下肚，老崔突然狂癫大笑，大骂他傻瓜。궁금해 죽겠지. 나도 이 고기의 정체를 알고 나면 네 표정이 어떨지 궁금해 죽겠어. 见小美不信，他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团锡纸，将锡纸里血淋淋的耳朵扔在烤盘上。小美被吓得大声尖叫。老崔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他出轨了，杀他母亲只是第一步。听到这些话，小美满脸惊恐，一阵巨大的吐意涌上喉头，她连忙跑到水池呕吐。看到小美的反应，老崔很满意，脸上堆满得意的笑容。他缓缓走到小美身边，阐述着自己杀人的动机，越讲越兴奋。小美被吓得连连后退，她赶紧拿起旁边的菜刀，双手紧紧握着，放在胸前自卫。然而根本毫无威慑力。老崔拿着酒瓶直接砸向她的脑袋，酒瓶炸裂，红酒混着血渍四处飞溅，小美被砸晕。老崔又举起旁边的椅子继续猛砸，直至将自己的恨意完全发泄出来。接着老崔将小美拖到房间，对着她哭诉自己的无奈。第二天，老崔像没事一样正常上班，但他似乎有点疯癫了，竟然对患者爆粗口，患者气得直嚷嚷要投诉他。护士硬着头皮去关心他，结果也被骂得狗血淋头。有位美女患者慕名而来，要找老崔做丰胸手术。老崔亲自接待她，因为这个美女长得很像小美，他心中已经酝酿好了一个新的计划。给美女打麻醉时，他露出了猥琐的笑容，嘴里喃喃自语，要让大美人像一朵花一样美丽。说完就拿出铅笔，在美女身上画起了花朵。这一搞就是几个小时。护士长知道老崔在给患者做手术，连忙跑进手术室查看情况。毕竟老崔这段时间太不正常了，经验丰富的他一看到病人全身画满图案，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连忙劝说老崔终止手术。老崔当然不肯，见劝说无用，护士长立马跑到更衣室打电话报警。结果老崔举着一个雕塑走了进来，从背后将他砸死，接着就像没事人一样又回到了手术室。手术继续，看着仪器上的数据，护士知道麻醉时间快到了，但是美女患者还一直在流血，这样下去患者肯定会领盒饭。他赶紧将情况告诉了老崔，老崔一脸镇定，让他不要慌，帮自己换把手术刀。老崔最讨厌这些不顺从自己的人。趁着护士转身换手术刀时，他从背后勾住他的脖子，一刀割断他的颈动脉。即使护士赶紧捂住自己的脖子，仍无济于事，鲜血还是不断地喷涌出来。外面的护士听到手术室里有异响，便前去敲门，想查看一下情况。门被打开了一条小缝，露出老崔满是血渍的脸。他训斥了护士，让他不要打扰自己做手术。说完就将门关上。没一会儿，美女患者就停止了呼吸。老崔竟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：“这个女人被吓坏了，她只是来送饮料，却意外看到了满地的鲜血。死不瞑目的同时，还有病床上早已凉透了的患者。她吓得魂都飞了，尖叫着跑出手术室，就在门口被老崔拦下。护士和老崔争执时，她不慎被脚下的鲜血滑倒，老崔顺势紧紧掐住她的脖子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护士抓起掉落的剪刀，插进她的手臂。趁着老崔疼痛之际，护士挣脱掉魔爪，赶紧躲进更衣室，锁上门。突然，门被老崔踹开了。躺在旁边的护士一看到老崔闯进来，立刻举着灭火器冲过去猛砸。老崔被砸得头毛惊星，护士趁机逃出医院报警。等警察赶到医院时，老崔已经逃之夭夭了。另一边，小帅一直联系不上小美，他有些担心，便翻窗闯入小美的家。小帅四处寻找，终于在仓库找到了小美。原来老崔并没有当场杀死她，而是将她绑在椅子上，脖子上插着针管，针管的另一头插在花盆里，用其鲜血浇花。他让小美慢慢体会死亡的滋味。看
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竟遭受这样的折磨，小帅大骂老崔禽兽。小帅将小美送到医院后，就一直在身边守护着她，直到半夜2点多才抽空去了一趟厕所。老崔瞄准时机潜入病房，给小美注射了神经药物。等小帅回到病房时，小美已经动弹不得，眼睛瞪得老大，神情相当的惶恐。这时，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身影从门后走了过来，一针插进小帅的脖子。小帅立刻反击，并且拔掉了脖子上的针管。可惜没有奇迹，药水已经被注射了进去。小帅很快全身僵硬，无法动弹。老崔趁机疯狂踹他，竟将他活活踢死。小美目睹了小帅被打死，自己却无能为力，她干脆闭上眼睛。老崔将小帅打死后，坐着和小美聊天。他表示自己也不想做这些事情，都是因为小美出轨，他才不得已而为之。一番唠唠叨叨之后，老崔掏出手术刀，说要让小美变得更加的美丽。冷冰冰的刀子在小美的脸上乱划。等小美逃出病房时，她的脸早已经一片狼藉。走廊上的病人被她的脸吓得尖叫连连。逃离医院的老崔失魂落魄的在街上游荡。突然，一个流浪汉拉住他的裤脚，向他乞讨。老崔当然没有理会，但是往前走了2步后，老崔突然心生一计。只见他转身返回，用砖头活活将流浪汉砸死，翻出流浪汉的身份证，接着用一板砖拍向自己的脸。自我毁容的老崔带上流浪汉的身份证，跑进了一家医院。在韩国整容医生精湛的技术下，老崔将自己整容成流浪汉的模样，从此拥有了全新的面孔，也拥有了全新的人生，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没有欲望就没有悲剧，不要把婚外的激情当作爱情，不论男女，还是要保持忠诚。